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终于有时间来讲一下接下来的新统帅到底什么时候推出了，然后我对新的骑兵有什么期望。先稍微说一下这一次的新统帅、远程统帅还有新的领袖驻防统帅。目前为止，我是没有亲眼看过有人用拉普，因为拉普它的方向也是很明确的，就是拿来驻防家而已。所以正常情况下，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选择拉普，除非你是真的是驻防车头。或者是你有考虑过要丢城市出去接集结的话，否则正常的玩家呢是不会选择它的。接下来远程统帅，其实新的远程统帅是还蛮强的，但是玩远程的玩家是真的很少，所以也是一样没有太多的玩家会把镜头花在远程统帅上面。不过我之前是已经有做过一个影片分享远程统帅的战报了，还有做一个播放列表，里面全部都是放关于远程的东西，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那各位也看到了，这一次新的统帅呢，不管是远程还是领袖统帅都没有多少玩家去培养，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列表，这个列表是上次我给出来的推测时间，那你们怎么想到呢？居然这3个时间都没有中。在那个时候我是预计国服的时间会比国际服还要快2个星期，也就是在2月26日的时候会推出。一般的国际服玩家是不会去注意国服，不过我当时候发现到，其实国服跟国际服出现新统帅的时间已经一致了，所以不排除接下来新的统帅出现的时间点应该2个伺服器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一次新统帅出现的时间比较早的关系啊，其实我当时候有猜测过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新的统帅呢没有多少玩家要去培养，所以官方才把那个时间给加快了。不过再看了一下国服的情况呢，我感觉官方他们是为了要把那个时间拉回去。像国服的时间如果要配合上国际服的话，他们就必须要延迟2个星期，但是国际服要配合国服就要加快2个星期。显然的，他们选择了后者，这样可以更快的赚钱。那你们现在看到我还没有更新的列表，领袖统帅是还没有写上了。这一次的远程还有领袖驻防统帅呢，是相隔56天就推出了。所以各位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规律了，其实在每一代统帅呢都会有一个时间是特别短的，就比方说42天啊、56天。但是42天真的是太快了，我觉得不太大可能会有42天出现，但是56天可能还会存在。所以之后我增加推测时间啊，除了70天、84天、98天的间隔之外，还要增加多一个56天。不过在这一次统帅相隔56天就推出了，如果下一次还是相隔56天的话，官方肯定会被骂惨。所以这个列表要改一下，因为这一次新出的统帅是领袖跟远程的关系。根据顺序来看，下一次新出的统帅将会是骑兵，所以就是说有很大可能会在5月推出。原本我在之前预计新的骑兵出现的时间点应该是6月、7月左右，但因为这一次领袖统帅出现的时间真的太快了，56天而已，就变成后面的统帅全部都要往前移动了。那假设说新的骑兵统帅会在5月、6月的时候推出，也就等于说新的步兵统帅也会提早出现。保守时间应该是在8月、9月左右会推出新的步兵统帅，也就等于说第9代的工兵统帅也会赶在今年推出。不过正常情况下都是1年会出5次新的统帅啦。你们看我这个列表以往的记录就知道了，从2020年开始到2023年呢，都是每一年会出现5次新统帅。所以虽然官方推出新统帅的时间是真的很快，但这个也算是正常范围啦。多数的观众都知道我是骑兵玩家，可能大家会问我，议员你准备好了吗？你的镜头那其实我主要用骑兵而已，所以我的镜头其实是多到爆出来了。原本我是想说这一次的领袖统帅如果驻防还不错的话，我可能会去培养，只是没有想到是用来驻防城市用的，就最后就放弃了，跑回去练菠萝头。所以现在我的菠萝头是已经觉醒了，主要是因为我平时有打埃及啊，有可能城市被集结的时候还可以用菠萝头来做驻防，其实还蛮方便的。在我觉醒了菠萝头之后，我现在拥有的镜头依然还有1000多颗，各位不要担心。所以也是一样，当新的骑兵统帅出现的时候，我就会马上觉醒，测试一些技能，看有没有机会打 KVK， 然后拿报告给大家看。那接下来我要说一下关于新的骑兵我有什么看法，希望推出怎样的统帅。相信目前大部分的玩家应该都是用2队骑兵而已，司机真的或去兵威廉，跟我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依然还是用5队骑兵，所以我本人的真实体验应该比大家还要更多。那就从现在大家所用着的4个统帅开始说起。其实司机真的或去兵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威廉是真的应该要被淘汰了。
整体数值是跟不上的，再加上官方之后会推出越来越多的重击伤害统帅，变成威廉的地位跟价值可能会逐渐下滑。威廉主要的用途还是在他的第一技能，当越来越多重击统帅出现之后，顾名思义，威廉这个技能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不过依然还是可以对付工兵统帅的。不过目前威廉的所有报告主要还是靠霍去病而已啊，因为霍去病的伤害会比较高，只有光靠威廉的话是已经打不出太多伤害了。还有就是他的3公分的 AOE， 那现在有很多统帅都是半圆形、伞形、圆形，显然这3公分的 AOE 是没有办法满足大多数的玩家的。所以我推测之后新出的骑兵统帅应该会有一个是代替威廉的位置，就算不是像威廉这样子有辅助功能有 AOE， 但至少它可能是可以搭配霍去病使用的。毕竟以现在的队伍来看，司机真的霍去病你们觉得有可能被换掉吗？不太大可能，这3个都算是蛮新的统帅，就只有威廉他是第4代的。不过说真的，威廉一个第4代统帅用到现在第9代呢，已经算是很强了。不过我也不排除威廉有很大可能会幸存下来我们又要开3队的骑兵了。那么在之前我就有讲过可以出到3队骑兵了，除了刚刚提到的4位统帅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队伍就是项羽搭配查士丁尼。但显然的，项羽被激活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再加上查士丁尼必须要通过 MGE 拿到，所以并不是每一个玩家都会用这个队伍，而且这个队伍实在是太烂了。项羽现在不管是搭配谁都好，出来的报告都不好看。你是我的老观众应该都知道，我在很早以前就一直讲项羽很垃圾了，现在真的是变成垃圾了。基本上现在关羽跟项羽的报告出来呢都不太好看了不过说实话，项羽也是很旧的统帅了，他是第5代的，所以关羽要下岗也是时候了。现在推出统帅的频率就是一个驻防集结，再加上一个野战统帅。像这一侧领袖统帅都已经出现驻防了，那骑兵有没有可能又再出现驻防呢？我们来看一下列表，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在之前第6代的领袖统帅就是出现菠萝头，他是驻防统帅。在菠萝头出现之后，就轮到第7代的工兵统帅，我没有搞错，你们也没有听错。因为在去年领袖统帅出现之后，下一个就是工兵统帅，那菠萝头之后出现敌多，2个都是驻防统帅，也就是说骑兵、步兵、工兵可能是不会受到领袖统帅影响的。在之前策划就有说过，之后的领袖统帅都只会出现驻防而已，就像我之前推测步兵那样，集结驻防，集结驻防。那我们看骑兵，上一次是集结统帅，也就是说很大可能下一次就是驻防统帅。在以往的记录，亚德维加是驻防，贝特朗集结，杰斯卡驻防，查士丁尼集结，所以下一次很大可能是驻防统帅。以目前来说，骑兵的野战统帅是已经足够用了，除非你像我这样只是出5队骑兵之外啦，否则要使用2队骑兵是已经足够了，再加上新的统帅肯定会有一个是野战。至于为什么不要出集结统帅呢？因为这一次新推出的领袖驻防统帅呢，是真的没有对现在的战场来说有太大的影响，它 KVK 实用性不高。在拉普之前的新统帅就是工兵的集结统帅亚速巴尼巴，他现在还是目前比较强势的集结统帅。虽然说现在用哥哥来做驻防还是不错的，但是要考虑到奥西里斯联赛即将要推出了，各位可以看一下现在奥西里斯联赛的时间表，还有我所预计的时间。那假设要在联赛里面用步兵驻防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用骑兵效率会更快一点，就像之前用杰哥搭配菠萝头的情况那样。而且以目前的骑兵来说，只有杰哥还不错之外，亚德维加是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像现在杰哥搭配司机，杰哥搭配菠萝头依然还是可以使用。那一个野战，一个驻防是我目前觉得最大可能性会出现的统帅。当然也不排除官方有可能会推出终极伤害统帅，毕竟你们也看到了什么戈尔戈搭配阿提拉，刘彻搭配阿提拉，效果其实都不错，也足以证明了其实阿提拉还可以再继续使用的，只是没有更好的搭配给他去用而已。假设官方是为了要赚钱，有很大可能会出骑兵终极统帅，这样玩家之前所用的一些谐星阵的骑兵争议呢都不能使用，全部都要重新抽过，除非是说你不要去培养新的终极伤害统帅而已。不过你们也看到刘彻跟戈尔戈了，终极伤害统帅真的并不会太差。所以今天的重点，新的骑兵可能会在5月推出，会出现野战、驻防或者是终极伤害统帅。新的骑兵统帅很大可能会替代掉威廉的位置。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